成都大邑县的雾山乡有一处废弃的3线工厂，这里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所，代号6569工程。该厂建于1970年，1979年决定搬迁到双辽，1988年彻底完成了搬迁，此地留下了许多空置的厂房和建筑。如今这里被改成了3线记忆小镇，每逢节假日都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观。工厂坐落在雾山的山沟之中，周围是大片的森林，环境非常优美。的公路边上还有一块保护大熊猫的标志。如今废弃的工厂原址上开发了雾山美术馆、雾山农场、体育公园等等。这些宣传画都是用来烘托气氛的。很多机器都摆在了路边，供人们参观。这些工业的遗迹默默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。沧桑的机身，斑驳的金属外壳，彰显着昔日厚重与深沉。这就是工厂曾经的大门。穿过这座桥就来到了厂区。湍急的河水发着轰响，从脚下奔流而过。从天上鸟瞰，厂区分布在河水的两边，泾渭分明。左岸是工厂，右岸是家属区。步入厂区，门口有一些简单的宣传画。继续深入，立刻就能看出破败和荒凉。荒草让窗户充满了艺术感。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？71年就来了，你算吧。哦，71年啊！您退休了，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80。哦，那您退休20年了。啊，差不多。哦，那您那个像他们都搬到哪儿去了？都搬到木山去知道不？啊，木马山去晓不？哦，知道。啊，那个木马山就是北家这边那个。啊。那个就是原来光电所搬，就是光电所搬去的。啊，木马村光电所搬那儿去了啊。啊。那您没跟着搬过去啊？没有，我的原来最后他们搬走了，这里建个电厂，我就上电厂了干活。哦。上班了。那您住的那些房子里？住在小边上。哦，就是住那边上啊。啊。远方的归客来山岗，唱着歌儿上山岗，观看美丽的风光。人中绕一代客忙，雾中的美酒佳肴等着归客来品赏。山中的桃李油早已装满筐，等着归客报喜都有生平在远方。山中的小伙儿哟高声歌唱，歌唱改革开放，给我总带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，无限的生机和希望。编得如何？退休老职工。哦，退休老职工啊，光电所退休老职工。自编自唱，自演，就好了。您贵姓啊？我姓曾。姓曾啊。曾思雨晓得不？曾国藩。哦，曾国藩啊，曾国藩的曾啊。好嘞。退休老职工。老师。曾师傅这唱的那个自编自导的歌。编的我这个编的这如何？好啊。污点都没有，进不去人了。
隐藏在大山中的三线场，神秘而又光荣。一条小路通向另一栋小楼。从这个岔道向山上走，两旁都是曾经的厂房，如今空无一人，只剩下鼓噪的蝉鸣。山水中公路迈下来了。这里有一个雾中茶厂，很多建筑都经过再利用，可最终也都失败了。空调也长满了苔藓呀。这半边楼还挺新，它那半边楼完全是被草给盖住了。冰火两重天。没有人照顾房子，你看会成什么样子？简直太可怕了！窗户里居然长出了小树，楼梯形成了小河，曾经的台阶变成了溪流。用不了几年，丰茂的植物会遮盖这里的一切。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动物，很像松鼠，但又不确定。这些欧式的栏杆以优雅的曲线和考究的工艺，无声地彰显了当初人们对生活的追求。没想到有一天会最终放弃这里。四面被山环抱，风景优美，气候宜人。这些高大的建筑，现在也算是宏伟，更别说50年前。可现在全都荒废了。由于地形狭窄，厂区只能顺着河流向上无限的延伸，车间紧邻着奔腾的溪水。
走入一座车间，里面荒凉的触目惊心。曾经的标语还牢固地粘在墙上，可墙体已经让霉斑完全覆盖。潮湿是建筑最大的敌